要说世界上最魔幻的地方，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场绝对能排进前3。每到雨季，一层薄薄的水铺在盐面上，天空、云朵、山脉全都被复刻下来，游客们走在上面，就像在天空里散步。于是人们干脆给它起了个霸气的称号：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镜子。但问题来了，它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镜子吗？科学家决定亲自去验证。光靠游客拍的照片其实说服力有限，盐场面积比广州市还大，实际是很多地方根本到不了，想实地研究难度极高。于是科学家想了个双保险方案，一边用天上的卫星照镜子，一边自己跑到地面去对答案。首先，他们用的是欧洲的 Sentinel-3 卫星，这家伙带着雷达高度计，会往地表发射雷达脉冲，看看有多少信号能顺利弹回来。反射越强，说明地面越平滑，越像镜子。从2016年到2024年，科学家们收集了超过39万条这样的数据。但卫星说的准不准？科学家们在2024年1月专门挑了一个卫星正好飞过的时间点，跑到盐场里做现场测试。地面上，他们用光学仪器测水面的平滑度，还放飞无人机拍太阳倒影。结果非常有意思，卫星测到信号强的地方，果然就是地面最镜子的地方。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乌尤尼盐场并不是一个无限延展的巨镜子，它更像是一块时灵不灵的拼图镜。下过一场大雨后，水层刚好覆盖的时候，你会感觉来到一个童话世界。但如果水蒸发的差不多，效果立刻打折扣。研究还发现，最佳观赏期是每年的1月底到3月初。更意外的是，风居然破坏不了这面镜子。按理说有风就会起涟漪，可在盐场里水实在太浅了，哪怕有风也搅不起来浪，镜面效果依然稳定。所以科学家给出的结论是，乌尤尼盐场的镜子魔法不是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而是气候、雨水和水深共同合作的结果。想要走进天空，最好挑对季节，否则可能只会看到一片白茫茫的盐地。在夏天的草地上追蝴蝶，很多人只是觉得浪漫，但在科学家眼里，蝴蝶其实是生态系统的健康报挂单。一旦蝴蝶数量下降，就像医生体检时发现心跳异常，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出问题。欧洲在2024年推出了自然恢复法规，要求各国必须对农业景观进行修复。这里的农业景观指的不仅是农田，还包括草地、湿地，甚至海岸线。为了衡量修复效果，科学家们设定了3个指标：一是草地蝴蝶指数，2是农田土壤里的有机碳含量，3是农业用地里景观多样性的比例。换句话说，蝴蝶数量也被纳入了欧盟的生态成绩单。在德国，科学家们通过蝴蝶监测计划收集了自2005年以来约400万条观测数据。这些数据大多来自志愿者，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在固定路线统计蝴蝶数量。靠着这份长期的蝴蝶档案，研究人员首次计算出了德国的草地蝴蝶指数。结果有点让人担心。2006年至2016年，德国的蝴蝶指数还是小幅上升的。可到了2016年至2023年，这个趋势明显掉头向下，尤其是那些对栖息地要求苛刻的小蓝蝶、灰弄蝶等挑剔物种下降最为严重，而铜小灰蝶、草原岩蝶这些对环境要求不高的随和物种则影响不大。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家指出，土地利用方式是关键。过度割草、化肥氮废排、农药使用都会让蝴蝶的家园破碎或恶化。没有人去放牧割草的贫瘠草地，也会因为过度长满管木而失去适合蝴蝶的生境。再加上气候变暖的推波助澜，偏爱凉爽环境的蝴蝶们更加难以生存。蝴蝶之所以是理想的生态信号档，就在于它们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而且志愿者就能高效记录。未来如果能把欧盟范围内的其他监测计划结合起来，蝴蝶指数将成为更有代表性的工具，帮助科学家看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草地生态系统的真实状况。蝴蝶翅膀轻轻一扇，
不只是美丽的风景，也是对人类的提醒，别让草地沉没下去。如果你想提前看电影版的宇宙，那科学家们刚给你放了一场超豪华的预告片。欧洲航天局的欧几里得望远镜 Euclid 看队放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宇宙模拟，340亿个星系，每一个都有400个属性，从亮度、位置到速度、形状，细致的像角色建模一样。这可不是随便画出来的，而是用瑞士的超级计算机 PISTINT 在2019年跑出来的，当时全球第3强的电脑。它用了4万亿个粒子来追踪引力的互动，再把这些结构填充成星系，做出一张超真实的宇宙蓝图。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因为欧几里得每天都能拍下海量数据，数量大到人类根本看不过来，只能靠自动算法先做预热。这些模拟就是训练教材，帮助科学家提前设计好如何解读数据。有意思的是，模拟依赖于目前的标准宇宙学模型，但科学家们心里清楚，这个模型已经出现裂缝。欧几里得的精密观测可能会揭开暗能量这个让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的更多秘密。这个就像望远镜开了一个时光后视镜，能看到100亿年前的宇宙。科学家要检查的就是那个神秘的常数，暗能量的力量是否真的在亿万年间保持不变？如果不变，那模型还能撑一撑；如果变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写宇宙的故事。欧几里得的分辨率也堪称显微镜级，甚至能看到星系影响里微小的弯曲，这是暗物质弯曲光线的结果，相当于给我们画了一幅3维的暗物质地图。再加上光谱测量的距离信息，科学家能绘制出一个半径达100亿光年的宇宙球体。更刺激的是，覆盖面够大的情况下，稀有的宇宙奇葩现象也容易被捕捉到。有人说，这就像在沙漠里找钻石，你得先铺开足够大的探测网。2025年3月，欧几里得刚放出第一批小数据，就已经让科学家看见更多宇宙网状结构的细节。真正的大餐要等到2026年，但现在的预言已经足够让人血脉奋张。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宇宙学最刺激的剧情反转，是确认旧剧本，还是迎来全新的一章呢？无论答案如何，人类都在一步步逼近暗能量这个终极谜团。带娃的人有时候表现得特别敏感，比如马路上过来一辆车，明明很慢，你都会觉得很快，立马把孩子抱起来。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呀，在虚拟实验里发现，不管是父母还是没有孩子的人，只要负责保护一个虚拟婴儿，他们就会更快注意到迎面而来的汽车，并且把危险程度放大。甚至比起一只狗或一个玩具机器人，婴儿更能触发这种世界变得更危险的感知。为什么？科学家解释说人类宝宝成长得特别慢，他们会在还不懂规避危险的时候就开始爬、走、乱摸东西。进化让成年人脑子里自带一个宝宝优先滤镜，看到潜在威胁时，我们自动会高估危险，以便更快反应。这种机制不需要思考，是下意识的，就像一条隐藏在神经系统里的快速防御通道。研究还发现，女性平均反应比男性更快，可能与更多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是主要照顾者有关。不过，无论性别，大人们都表现出为宝宝重新解读世界的本能。这也说明，人类作为合作养娃的物种，科学家叫 alloparental， 哪怕是不是亲生父母，也会对别人的孩子做出保护性反应。更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挑战了一个旧观念。过去人们以为，既然人类婴儿发展缓慢，那他们必须天生就带点什么安全知识才能活下来。但实验表明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宝宝自带的，是成年人自动提供的。换句话说，宝宝负责好奇和探索，大人负责盯紧危险，这套分工才保证人类能健康成长。科学家总结得很直白，宝宝才不在乎你怎么想，他们只在乎你做没做出反应。如果人类需要慢慢思考，孩子早就出事儿了。
进化把这种保护机制硬写进了我们的感知系统。我是于哥，谢谢点赞、评论、订阅，我们下期见。